隋朝像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，燃烧得异常耀眼，却又迅速坠落。短短30余年的国作，浓缩了统一、鼎盛、扩张与崩塌的全部剧情，也在疾风骤雨般的变革中，为后来的盛唐铺平了道路。公元581年，北周外戚杨坚受禅代州，建立隋朝，定都长安。杨坚并非单纯的篡位者，更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。称帝之初，他便确立了关中为本、四方为辅的立国方略，迅速整顿北周后期混乱的政局。在肃清内部反对势力后，杨坚将目光投向了偏安江南的南陈。公元588年，他派遣次子杨广率领50万大军，兵分8路南下。面对隋军压境，陈后主依旧沉溺享乐，最终在玉树后庭花的靡靡之音中走向覆灭。公元589年，陈朝灭亡，中国在分裂近3个世纪后，再次完成大一统。统一之后，隋文帝以惊人的效率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。在法律上，他命人制定开皇律，废除前代大量酷刑，确立十恶体系，奠定了后世中华法系的重要基础。在政治上，他正式确立3省6部制，中书省负责决策，门下省负责审议，尚书省负责执行，下设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6部，分工明确，彼此制衡。这套制度极大强化了中央集权，并被后世王朝长期沿用。在人才选拔上，隋文帝废除了魏晋以来由门阀士族垄断的9品中正制，下诏分科举人。隋炀帝继位后增设进士科，以师傅策论取士，科举制度由此成型。一扇向寒门敞开的大门，就此改变了此后1300年的中国政治格局。在经济上，隋文帝继续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，鼓励垦荒，减轻赋税，同时下令全国清查户口，推行大所冒月与书籍定样，将大量隐匿人口重新纳入国家控制。隋朝财政因此迅速恢复，关中与洛阳的粮仓堆积如山。然而，盛世表象之下，危机悄然滋生。隋文帝晚年猜忌心加重，滥杀功臣，废黜太子杨勇，改立善于伪装的次子杨广为储君。公元604年，隋文帝在仁寿宫病逝，杨广继位，是为隋炀帝。这一决定为大隋的速亡埋下了伏笔。隋炀帝即位时，接手的是一个国力强盛、府库充盈的帝国。这位才华横溢的帝王，有着超越父亲的雄心，却也带着毁灭一切的偏执。杨广的第一个大动作是营建东都洛阳。他认为长安偏居关中，不利于控制关东与江南。公元605年，他征调100万民夫，在洛阳旧城基础上修建新都。仅用10个月，一座规模宏大的东都便拔地而起。紧接着，杨广开始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，以洛阳为中心，北抵涿郡，南至余杭，全长2000余公里，连接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与钱塘江5大水系。大运河不仅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，也使江南财富得以源源不断输送至北方政治中心，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。与此同时，杨广大规模修缮长城，北巡突厥，西征吐谷浑，将隋朝的军事影响力推向顶峰。公元607年，他在榆林接受突厥启明可汗朝见，四方使节云集，隋帝国的威势达到巅峰。然而，这一切都建立在超负荷动员民力的基础之上。隋炀帝在位前8年，全国累计征调民夫超过1000万人次，而当时全国人口不过4000余万，无数百姓死于繁重徭役与兵役。这种好大喜功在3征高句丽中达到顶峰。公元612年，他第一次亲征高句丽，出动大军113万，运送粮草的民夫多达200万。结果隋军大败，几乎全军覆没。此后613年、614年又2次远征，均无功而返。3征高句丽耗尽了隋朝国力，也点燃了天下反隋的烽火。公元611年，就在隋炀帝准备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前夕，山东邹平人王勃在长白山发动起义，并作《吴项辽东浪死歌》，号召百姓反抗隋朝暴政。忽闻官军至，提刀向前荡。譬如辽东死，斩头何所伤？这首歌谣很快传遍天下。随后，全国起义烽火迅速蔓延，其中势力最强的有河南瓦岗军、河北窦建德军与江淮杜伏威军。瓦岗军在李密领导下攻占洛口仓，开仓放粮，赈济饥民；
队伍迅速扩张至数十万人，成为反隋势力的核心。在农民起义冲击下，隋朝统治集团内部也开始分裂。公元613年，礼部尚书杨玄感于黎阳起兵反叛，虽然很快失败，却标志着关陇集团内部已经出现严重裂痕。此后，各地豪强纷纷拥兵自重，割据一方。公元616年，隋炀帝见中原局势失控，率禁军南下江都，从此再未返回北方。他在江都终日宴饮游乐，甚至曾对镜自语：“好头颈，谁当着之？”公元617年，太原留守李渊在晋阳起兵，迅速攻入长安，拥立代王杨佑为帝，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。与此同时，瓦岗军逼近洛阳，窦建德控制河北，杜伏威占据江淮，隋朝统治已经名存实亡。公元618年3月，江都禁军发动兵变，以宇文化及为首冲入宫中，将隋炀帝缢杀。这位曾经雄心万丈的帝王，最终死于自己的禁军之手。同年5月，李渊在长安称帝，建立唐朝。隋朝这个曾经横扫天下的帝国，仅仅存在37年便宣告灭亡。隋朝虽然短命，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它不仅结束了近300年的分裂局面，更在政治、经济与制度层面完成了一次深刻重构，为唐朝盛世奠定了基础。隋朝最宝贵的遗产是一整套成熟的国家治理体系，3省6部制、科举制、均田制、租庸调制被唐朝全面继承并完善，成为盛世的制度基石。特别是科举制，打破门阀政治垄断，为社会下层提供上升通道，塑造了中国古代1300年的文官政治传统。大运河则是隋朝留给后世最直观的工程遗产，它将江南经济与北方政治中心紧密连接，奠定了此后唐宋经济格局的基础。直到今天，京杭大运河依然是中国重要的水运体系之一。隋朝的历史是一部浓缩的帝国史诗，它以惊人的效率完成统一与建设，又以同样惊人的速度走向毁灭。流星划过天际，虽然短暂，却照亮了此后300年的盛唐之路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